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真的是太快了。6月24号，普里戈金的瓦格纳纵队在提前告知普京的前提下，仅用了18个小时便行进了800多公里，兵锋是直指莫斯科，差点让胶合版神将绍伊古、微笑战神格拉西莫夫双双就地辞职。这可比1小时22分钟速通基辅要强多了吧？而关于这次瓦格纳挥军北上，各位朋友或多或少都了解了一些。那么本期视频呢，大兵咱们来聊一点不一样的。6月23到25号，俄罗斯具体发生了什么？在6月23号，普里戈金称瓦格纳一处野战营地遭俄正规军的炮击，当时曾有消息传出，被炮击的营地驻扎有普里戈金身边的亲信。对此，有俄军内部消息源称，本次炮击行为是对去年8月普里戈金对波帕斯纳亚瓦格纳营地炮击的报复。而关于俄军报复瓦格纳的消息，大兵解释一下啊。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切梅佐夫和绍伊古曾针对普里戈金贪腐以及挪用国家资源组织私兵展开过一次调查。当时绍伊古等俄高层派遣的调查团在波帕斯纳亚的营地取证时被炮击团灭。当时俄官方的声明是营地位置泄露，遭到乌军海马斯点名了，但后来的内部消息证实，炮击调查团是普里戈金一手操办的，目的呢是为了毁灭证据。之后炮击事件不断发酵后，俄国防部与联邦安全局同时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并表示没有任何友军攻击事件发生。从逻辑上看啊，认定23号俄正规军炮击瓦格纳营地事件是报复行为，还算的是站得住脚。但从当时的爆炸结果和时间，以及此前有消息称瓦格纳囤积了至少2个月的武器弹药，并从前线调回了 T90 等重型装备来看，不能排除是普里戈金搞出来的假期行动。23号下午，有消息称，俄国防部开始向顿河畔罗斯托夫派遣特种部队，目标是抓捕瓦格纳。此时呢，普里戈金已经在保镖的护送下离开了圣彼得堡的居住地，前往了新切尔卡斯克。23号傍晚18点38分，普里戈金发表视频声明，称炮击事件真实存在，并连带抨击了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等俄高层的无能，让无数士兵陷入生命危险之中。他们对俄乌战争目前的现状负有主要责任。同时，普里戈金表示，瓦格纳已经召集了25000名战士前往追捕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并将迫使他们做出公正的答复。23号19点49，瓦格纳官方频道发布行动信息，内容中的集合地点新切尔卡斯克的主升天大教堂，集合时间为当地时间2023年6月24号9点30。形成纵队后10点行动开始，中间会有停靠站，终点是罗斯托夫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预计结束时间为15点。时隔2个小时，俄塔斯社在23号21点48发表文章，将普里戈金的行为定性为武装叛乱。24号凌晨，大约有1000到1500人的瓦格纳步兵及重装部队参与行动。在瓦格纳挺进罗斯托夫后，防守此地的俄军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便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之后，普里戈金与留在城中的俄国防部副部长兼俄南方军区司令叶夫库洛夫等高层会面。从当时的视频不难看出啊，叶夫库洛夫脸上并没有什么伤痕，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放松，甚至双方交谈过程中，叶夫库洛夫还不时展露笑容。会谈后，瓦格纳发布消息称，虽然他们接管了罗斯托夫，但在南部军区总部内的俄军不会受到干扰，他们会继续他们的工作。瓦格纳如此迅速且平静地接管俄南方军区总部以及普里戈金轻松的会谈，很难不让人联想他们是不是就提前联系好了。截止到24号上午，瓦格纳已经实际控制了罗斯托夫，包括俄国防军南部军区大楼、市政大楼、警察局以及联邦安全局分部在内的绝大多数权力机关。另外，自从去年北线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攻势结束后，罗斯托夫一直是俄陆军在乌克兰境内的作战部队最重要的物资转运中心。普里戈金这一手等于是直接卡死了从俄境内向乌克兰输送物资的主要通道。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南方军区不配合，那么瓦格纳很难兵不血刃地控制这座城市。所以，咱们基本可以断定，俄国防部副部长兼俄南方军区司令叶夫库洛夫等高层是普里戈金的同僚。24号白天，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武装部队突袭了瓦格纳设在圣彼得堡的工作大楼，并正式宣布普里戈金的行为是号召武装叛乱，已经对其行为提起了刑事诉讼。对此，普里戈金在24号上午8点30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他认为自己不是祖国的叛徒，也不打算撤退，除非任职俄国防部部长的绍伊古以及任职俄总参谋长的格拉西莫夫自愿辞职，同时俄国防部与瓦格纳签署保护协议，他才会100%撤退。看过大兵这期视频的朋友啊，结合这个信息，应该是不难理解为什么普里戈金会如此激进了。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绍伊古的削藩令，在7月1号是最后期限。在这之前，如果普里戈金不想交兵权，那么只能做点什么，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毕竟一旦到了7月1号，瓦格纳还不与俄国防部签署协议，那么俄正规军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清剿。而在普里戈金将球踢回到莫斯科那边之后呢，他们并没有相关回应。于是普里戈金开始指派瓦格纳雇佣兵沿着 M4 高速公路挥师北上。由于在此期间各地的瓦格纳支持者不断地加入行军队伍，因此时间节点非常模糊。这里大兵概括一下，在24号瓦格纳完全掌握罗斯托夫后，沿着 M4 公路向东控制了伏尔加格勒，向南进入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向北控制了沃罗涅什，共计约4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国防部命令沿路的俄军封锁道路，禁止瓦格纳继续北上，但这期间呢，流传出的很多视频都显示，瓦格纳沿路基本是没有遇到反抗活动。各检查站的俄军不仅没有阻拦瓦格纳，甚至有些还加入其北上的部队中，开始接受瓦格纳的指挥。比如位于沃罗涅什地区的布加耶夫卡过境站，约180名俄军士兵等人员拒绝对抗瓦格纳，纷纷弃械。之后，瓦格纳成功控制了沃罗涅什地区南方的空军基地。此时，瓦格纳距离莫斯科已经不足600公里。俄联邦最高领导人也还没有明确对瓦格纳的行为做出回应，因此沿着 M4 公路的各个州也摸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24号下午14点45分，瓦格纳官方频报发布信息称，普京很快就会进行表演。24号下午15点10分，普京发表全国讲话，内容简单概括就是：普里戈金号召的军事叛乱玷污了瓦格纳在俄乌战争中阵亡士兵的美名和付出，这是犯罪，应该得到法律的严惩，并宣布莫斯科州及南部各州进入反恐模式，阻止其北上部队继续行进。而在普京下达命令之后呢，出现的情况就非常有意思了。图中黄色板块的罗斯托夫州、利佩斯克州只是敦促当地居民待在室内，橙色板块的沃罗涅日州、莫斯科则进入了反恐阶段。而在这之后呢，曾有消息传出，普京曾致电哈萨克斯坦总统寻求支持，但托卡耶夫说这是俄罗斯的内政，间接拒绝了普京。甚至先前曾经痛斥普里戈金的俄罗斯前指挥官斯特列尔科夫吉尔金对瓦格纳一事的评价也是模棱两可。他说，如果是俄国防部率先攻击的瓦格纳雇佣兵基地，那么国防部就是发起冲突的祸首，不是普里戈金。另外，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普里戈金的视频演讲竟然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紧急插播了。对于24号当天发生的类似情况，大兵只能说，普里戈金找的帮手是真不少，否则单凭他自己，整个行动恐怕不会这么顺利。俄罗斯南部各地也不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反应。24号16点01，有人拍到瓦格纳的一个纵队正通过沃罗涅日向北开去。从视频判断，瓦格纳的这支纵队大概有40到50件装备，包括数辆坦克和一辆 BM-21 冰雹多管火箭炮。24号17点30左右，普里戈金再次发文表示，我们一直在战斗，所有瓦格纳的成员都会继续战斗，没有人会自首，我们要彻底解决这个国家的腐败和欺骗。时间来到下午的18点23，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进，有人拍到瓦格纳纵队沿着 M4 高速公路已经抵达了利佩茨克，并且还在继续向前向莫斯科行进。此时瓦格纳距离莫斯科是只有390公里了，不到4小时车程即可抵达克里姆林宫。紧接着不到10分钟的时间，俄媒体的电报频道中流传出应该是瓦格纳后续部队在沃罗涅日地区上空与俄国防部的一架卡52直升机交火的视频。根据声音判断，瓦格纳使用了 Strela 10防空系统，很大概率将其成功击落。
时间来到24号11点40前后，瓦格纳纵队终于进入了莫斯科地区巴拉巴诺夫市。此地呢，距离克里姆林宫仅100多公里了，2小时车程就可抵达。当时的俄联邦高层正在紧锣密鼓地开会商讨应对之策。25号凌晨1点21分，在瓦格纳抵达莫斯科郊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宣布，一众俄联邦高层与瓦格纳谈判了1天时间，达成了不允许在俄领土上发动战争的协议。25号凌晨1点22分，普里戈金也宣布，他接受了卢卡申科的建议，瓦格纳会暂时停止行动。之后，双方开始谈判进一步的事宜。期间呢，普里戈金对沿路配合的俄政府进行了感谢。他在发文中提到，今天瓦格纳的行进路线，沿途所有的当地紧急服务部门都在全力工作，救护车服务、消防服务工作正常，内政部的工作人员也继续提供安全保障。在需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帮助，整个行进过程非常顺利，谢谢俄罗斯。25号凌晨1点22，卢卡申科新闻处表示，目前有一份可以接受的方案草案，可以解决瓦格纳的问题，并为其战士提供安全保障。凌晨1点35分，部分瓦格纳的纵队开始接到普里戈金的命令，掉头开始返回营地。此时有关谈判的细节并没有透露。之后经过2个多小时的具体商讨，凌晨4点08，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双方谈判最终的结果放出。瓦格纳将暂时撤兵，不再进攻首都莫斯科，国防部重新改组，普里戈金前往白俄罗斯，并撤销对他的一切控诉。瓦格纳将得到豁免权，不被拆分，且不受俄国防部控制，拥有自主权。但瓦格纳大部分部队必须离开俄罗斯和乌克兰，重新部署非洲。这样的前提下呢，普里戈金凌晨4点16下令沿途瓦格纳纵队调转车队，朝相反方向前往野战阵地。此时位于南部军区总部附近的瓦格纳部队也开始离开，前往永久部署地点。凌晨4点36，在诸多俄罗斯民众的护送下，普里戈金离开了罗斯托夫。相信各位朋友最近应该看过不少视频，宣称瓦格纳的这次行动已经结束，但少部分关注后续的朋友应该是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毕竟普里戈金自己非常清楚，把火点到这种程度，普京那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在曾经的访谈中，普京表示过，在有些问题上可以宽恕某些错误，但背叛不行，所以当时的撤退只是权宜之计。而后续俄政府的下饭操作是真的很迷幻。在普里戈金下令撤军的第一时间，佩斯科夫随即又发表了经过修改的谈判结果，普里戈金的一切指控会被取消，未参加行动的瓦格纳士兵将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赦免参与23到24号行动的瓦格纳成员。前3条与原协议基本保持一致，但是第4条可谓是直接暴露出了俄政府不妥协的目的，即俄军领导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普里戈金表面上想把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搞下来的目标并没有达成，这明显是羞辱和无视。但这对于现在羽翼还不够丰满、根基还不够稳的普里戈金来说，只能暗暗吃下这个亏。毕竟出来混能打有个屁用啊，关键还是要讲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签下连自己都不相信有用的协议。可以预见的是，普里戈金在获得更多筹码之后，很大概率会卷土重来。根据之后的消息看，俄联邦安全局现在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各地现任和前任瓦格纳成员的家庭进行大规模的搜查，并在俄正规军中排查清洗一切认同瓦格纳的军官和士兵。毕竟这工作他们可太熟悉了，干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而瓦格纳那边呢，也开始联系已经完成合同并重返正常生活的前成员，告知他们被清洗的危险。从长远角度看，这行动呢，应该会对普里戈金后续再来提供一定的帮助。那么各位朋友认为，普里戈金最终是会选择清君侧诛谗臣，还是广积粮缓称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